他没有去8000块的科比秀，不够蠢，不够蠢，这批不够蠢呐。对，国民党为什么要这时候落井下石？假设今天出事情的人不是柯文哲，是朱立伦，那请问民众时针要不要做这个题目？柯文哲账的问题，并不是国民党爆出来，是民众党自爆，也不是民进党揪着他们挖出来的，那就要大家不能谈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我们抖那个柯文哲，他爱怎么用怎么用，我们都不在意啊。那请问阿扁算不算贪污？阿扁算贪污，可阿扁说他那个钱是建国基金呐、那请问柯文哲这样说，我拿这个钱我要去选举，这个就是合法。那拿到钱说我要去建国，这样就是不行。说你再这样子攻击，你把柯文哲斗倒了，你去投民进党而已啊。那你干嘛不在年初总统大选，你直接投赖清德就好了？民调柯文哲就不会赢啊！你到底是要下架民进党，还是你只想要让柯文哲当选？刚刚他意思说，你国民党为台湾好，你就该退选啊！你这个党应该解散啊！选前10天的封关民调也是老二啊。那如果照你的逻辑，你应该要选会赢的赖清德啊。反正你就觉得国民党不是东西嘛，那你就不是真心要下降民进党。我宁可投民进党，投给赖清德，为了捍卫台湾主权，也不要投给像国民党这种会卖台的政党。可以啊，如果你只是要嘴巴上的抗中保台，嘴巴上的台湾主权被捍卫，那你就投民进党嘛，然后让民进党把民众党的所有问题查得一干二净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最近柯文哲这个事情了，然后刚好小草朋友最近主张国民党为什么要这时候落井下石，那我就问他说，好哦，那假设今天我们把名字换一下，就今天出事情的人不是柯文哲，是朱立伦，那请问民众时针要不要做这个题目？这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嘛，而且今天柯文哲账的问题，并不是国民党爆出来，也不是民进党揪着他们挖出来的，对吧？是民众党自爆，那就要大家不能谈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那还有另外一个论述嘛，说你再这样子攻击，那好啊，反正就是我们这些人本来就不会投国民党啊，你把柯文哲斗倒了，我们去投民进党而已啊。那我就跟他说，那你干嘛不在年初总统大选，你直接投赖清德就好了？民调柯文哲就不会赢啊。即便他在柯老二的时候，像我一开始我是支持柯文哲的吧，因为那时候柯文哲的民调是老二嘛，对啊。然后后来变侯友宜是真老二的时候，我就转去支持侯友宜，因为我的信念很坚定，我就是要下架民进党。对，那我那时候就跟这个朋友经过一次很激烈的辩论了。我说你到底是要下架民进党，还是你只想要让柯文哲当选？那他一开始是觉得他要下架民进党，那后来他明显的是只希望柯文哲当选，但是他不会明着说，他还是说我希望下架民进党，但是民调都是假的啦，柯文哲就是真的老二，再一点就会赢了。那我就说好啊，即便看就是什么汇流啦，或是什么黄珊珊公布的民调，那再怎么样，柯文哲就是老二嘛，他也没有变成老大过啊。那如果是这样，他意思说你国民党要退选啊？你为什么不退选？你国民党为台湾好，你就该退选啊！你这个党应该解散啊！你该无条件支持柯文哲这个台湾救星啊！没有这，我跟你讲，狂炒这个心态啊！对啊，所以我就这样问他嘛。好，那已经选前10天了，没这问题嘛？那选前10天的封关民调，即便是民众党的公布的民调，也是老二啊。那如果照你的逻辑，你应该要选会赢的赖清德啊。赖清德赢面不是比较大吗？如果没有柯文哲，你就选赖清德，那你就直接投赖清德嘛。反正你就觉得国民党不是东西嘛，那你就不是真心要下降民进党嘛。那你在跟我讲这些干嘛？我就这样质问他们啦。那现在他就说啊，现在选举都结束了，你这样跟我讲这些有什么用？那下次2026的大选你就知道。我说好啊，你就直接投民进党就好了，你干嘛要投民众党？然后让民进党把民众党的所有问题查得一干二净嘛？其实讲白了，如果下一次赖清德再当选，那柯文哲只有被歼灭的更惨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啊，你就等着赖清德把柯文哲送进土城嘛。然后他就很气的讲了一句，他就说：“我宁可投民进党，投给赖清德，我也要捍卫台湾主权，也不要投给像国民党这种会卖台的政党。”我说可以啊，对嘛？如果你觉得嘴巴上捍卫台湾主权就叫做捍卫台湾主权，然后实际上他做的行为是在刺激武统，其实他是认同这点的，只是可能情绪上来了，他你知道不好意思讲嘛，对啊，从裴洛西来台的3线巨破到现在，我们的渔民动不动就被人家抓走，你一点方法都没有。然后渔民在日本跟钓鱼台那边捕鱼也被日本抓走，然后我们就屁颠要人家赔钱。对啊，我们这个叫做主权获得伸张吗？没有啊。那你可以啊，你觉得这个叫做捍卫主权，那你就去支持民进党。对，还有一个灵魂拷问，就是最近你直播也很常讲到的，说小草会说，就比如说你去看馆长直播啊，或者黄国昌直播啊，他们下面说啊，我们抖内给柯文哲，他爱怎么用怎么用，我们都不在意啊。他今天也有讲到这个东西，因为他要去抖内，可是他没去听那个8000块的科比秀，他没有去，所以我不晓得他这样算不算狂炒。不够蠢，不够蠢，反正就是这批不够蠢啊。对，那我就问他，那请问阿扁算不算贪污？他说阿扁算贪污。那我说，可阿扁说他要建国啊，他那个钱是建国基金啊。柯文哲拿你们小草的钱，他要去选举嘛？那问题是他选不选得上，几率很小嘛。我们讲个很客观事实嘛。假设今天有国民党在，那柯文哲就是不好选嘛。即便也没有国民
民党在，柯文哲1对1对赖清德也都不好选嘛，那所以他拿到钱就一定会选上吗？不见得吧，而且几率是偏小的吧。那就像你觉得陈水扁拿到钱，他有办法成功建立台湾国吗？几率很小嘛。但不是不可能啊。那请问柯文哲这样说，我拿这个钱我要去选举，这个就是合法。那拿到钱说我要去建国，这样就是不行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我现在回到我自己对柯文哲的观点，我可以相信他主观上是绝对没有要贪污的意图。但是就像历史哥你常讲的，犯罪这种东西论机不论心嘛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啊。我就觉得柯文哲他主观呢，就是他应该是真的没有犯意，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人可能他或许本身是有一些智慧与能力的，但是他旁边就是一群虾兵蟹将啊，不是话虾兵蟹将有点不好听啊，就是天兵天将啊。又回到当初蓝白合不合，跟讲到政党实力这个东西，就政党实力这真的很抽象嘛。那今天你治国人才，就不要说治国人才啦，治治党人才就够了。对对对，你连报账这个事情都可以处理的这么乌龙，我就先认同这个钱都没有进入私人账户，都没有任何贪污舞弊的问题，你真的太 sweet 了，出了问题，不是污钱是乌龙啊，真的很好。对，我就退到这一步，我就说纯粹都是疏失，都是误会，那也是代表你们这个团队很有问题啊。就像英大讲的嘛，你从政了10年，你还在建立 SOP， 那你要怎么说服我？就是你很有能力治理国家，我可以相信你利益良善，但你能力就很有问题嘛。好，对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啦，简单补充到这里。我想其实现在这里面就总结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最近柯文哲的议题会这么的激烈。然后刚才Isaac已经提到几个很关键的点嘛，现在小草的情绪始终下不来，而且一直觉得大家都在针对他们，然后说为什么不去监督民进党，然后甚至更愤而说，如果你不监督民进党，然后我下次我就投给民进党。那这不就跟是支持台独的就会挺赖清德，没错，支持武统的更挺赖清德，这就是一种情绪化嘛，牢骚化嘛，对吧？所以回过头来我讲这事情，这是一个结构问题啦。从新闻学的道理上来讲，柯案不结束，哪里有其他新闻版面？哪里有？其实我觉得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说，柯案才是占据整个版面，而且民众党的操作还让这个声量更加叠高。因为讲白了，政治现金这事情就罚钱而已嘛，只有2件事情你会坐牢。第一件事情叫做呢，你收政治现金，但你不开政治现金专户2年以下，所以通常呢也不会坐牢。另外呢是什么？就是你在非选举期间接受他人政治现金，视同贪污，这个很严重，这7年本刑以上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基本上你只要乖乖开政治现金专户，乖乖申报，报错了罚钱。以总统等级，他募了4亿，罚个100万200万，根本就 piece of cake。所以这个事情有那么难吗？其实这个结构性的问题，小草情绪他是过不去，他一直觉得别人在针对他们，觉得历史哥在修理他们，一直觉得什么蓝营啊在修理他们，绿营在修理他们，然后其他所有人都在看好戏，但事实上都不是。